我是沈哲，一个优秀的21世纪的历史系研究生。论文写到一半，电脑居然炸！我操！醒来就成了大炎王朝一个家道中落的倒霉秀才沈哲。为了活下去，也为了能继续安安稳稳的看书，我选择了一条最没出息，但也最安逸的路——入赘。而今天是我沈哲入赘苏家的第3个月，岳父一家终于向我摊牌了。入赘苏家3个月，这般全家齐聚的紧急会议还是头一回，看来府里定是有大事要发生，不然不会如此着急。都到齐了，那我们就开始。我宣布，苏家第1项议程——工业革命正式启动。工业革命？爸，刚练出来了，销路才是关键。我已经规划好了，以江州为中心，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贸易网络。我将引入期货的概念，提前锁定价格，用金融杠杆对冲风险。期货、杠杆？工业金融都得往后稍，民以食为天。我的高产杂交水稻才是重中之重，必须尽快在全国推广。3年内，我要让大炎王朝的粮食产量翻一番。杂交水稻，这可是足以惊动朝廷的惊天大事，他竟如此轻描淡写。爹、娘、姐，你们的计划都很好，但没有武力做支撑，一切都是空谈。府里的护院，我已经按照特种作战的模式整编完毕，随时可以应对任何突发状况。特种作战？小舅子，你这是疯了！私自练兵，这是要谋反吗？好，资金链、产业链、暴力机器，我们3位一体，形成闭环。前期我们就用倾销策略，快速占领市场，一举击溃江南那些老牌氏族的贸易壁垒。等我们的高产粮在全国铺开，就能拿捏住整个朝廷的命脉。谁敢挡我们的路，就让他从这个世界上物理消失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这一家子穿越者，怕不是要把大炎王朝彻底掀个底朝天？沈哲，你怎么看？我怎么看？我还能怎么看？我肯定是跪着看啊！岳父大人说的都对，小婿愚钝，听不太懂，但觉得诸位的计划厉害至极。工科博士岳父，金融精英娘子，农科院专家岳母，特种兵小舅子。老天爷，我这哪是上门，分明是一头扎进了顶配狼窝。保命守则第1条，当你与穿越者共处时，谨记你只是一个本地土著，你神马也不知道。沈哲，我问你话呢，光说厉害，哪里厉害？爹，莫要为难相公嘛。姐夫的胆子还没我刀鞘里的灰尘大。好了，别为难他了。沈哲，你坐着就好，继续添茶。不，沈哲，你也是苏家人，家里的事你必须发表看法。大概这就是考验吧，只是说错一个字，可能就要被物理消失了。岳父大人，小婿看这图，这图上的线条盘根错节，犹如龙脉走向。对，就是龙。您看这高炉，不就是龙头吗？喷吐火焰，这是火龙吐珠，大吉之兆啊！这孩子书读傻了，净想些神神鬼鬼的。罢了，既然你觉得是龙，那也算沾点边儿。我决定，炼钢厂的第1期高炉就建在城东的河滩上，那里地价便宜，取水也方便。不对，城东河滩，那不是明确记载的红泛区吗？
府志记载，那里3年一小淹，10年一大淹。把炼钢厂建在那儿，一场洪水过来，什么高炉管道都得完蛋。不行，我得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。不是用这个时代、这个身份的沈哲能说出口的法子，阻止他们。岳父大人，万万不可，选不得，选不得啊！哦，为何不可？那个地方风水不对，是断子绝孙、家破人亡的大凶之地呀！3个月来，我活得战战兢兢，通过旁敲侧击和暗中观察，终于拼凑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：我这岳父一家，眼底全是穿越者。岳父苏建成，前世是国内顶尖的工科博士，钢铁冶炼专家。我老婆苏清玉，华尔街的金融精英，玩转资本的天才。岳母刘梅，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，专攻杂交水稻。小舅子苏瑞，前特种部队小队长，核弹一样。之后，一家4口旅游时，不巧偶遇了吃流，竟也组团穿越了。我唯一的优势，就是我比他们早来2年，已经完美的融入了这个躲不住的社会。但他们看我的眼神，就像看一个需要被启蒙、被带领的封建社会余孽。风水，父亲，你认真的吗？哈哈，大凶之地，姐夫，我看你是被吓破胆了吧？嗨，沈哲啊，别胡说，这都是大事。沈哲，给我一个理由。理由？我总不能说我是历史系研究生。父亲，爹问你话呢，别傻站着呀。我总不能说我是历史系研究生，读过江州水文志，知道那里是洪泛区吧？沈哲，说，为何是大凶之地？岳父大人息怒，是小婿失言了。小婿才疏学浅，听不懂各位高深的谋划，只是觉得这炼钢之事，怕是朝廷才能做的大事吧。沈哲啊，沈哲，你的脑子就是被这时代束缚住了。什么叫朝廷才能做？等朝廷那帮昏官反应过来，岳父大人，您这话说的也太大声了。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。我已经决定了，炼钢厂就选在城东30里的河滩，那里地方够大，方便扩建，而且临近码头，取水和运输都方便。这样做，初期成本能压到最低，符合我们的资本规划。我只想躺平苟活，怎么就这么难？要看到第1座高炉点火。沈哲，这次没意见了吧？哼，岳父，英明，英明。看来只能用那个办法了。虽然荒唐，但总比全家一起被洪水冲走强。既然大家都没意见，那城东河滩建厂之事，岳父大人，小婿方才思虑万千，仍然认为此事万万不可啊！夫君，你又怎么了？岳父，那地方真的去不得。把话说清楚。小婿幼时在家乡，曾有幸遇见一位云游的老道长。此人仙风道骨，曾对小婿有言：城东那片河滩地势低洼，河道迂回，乃是风水上罕见的恶龙锁喉之凶局，是困龙之地，怨气积聚，在那里动土会惊扰龙王，降下水患的。姐夫，你平日里读的那些圣贤书都读到牛屁股，都读到哪儿去了？什么龙王水患、恶龙锁喉，都是封建迷信，要相信科学，懂吗？地理水文那都是有数据可查的。科学？跟你这个信奉物理说服的特种兵讲科学，我怕你直接给我来个物理超度。爹，您别听相公在这里胡言乱语，他就是自己胆子小，看什么都觉得可怕。娘子，我这真不是胆小，我这是在拼命把咱们全家从倾家荡产的悬崖边上往回拽。建成，
要不咱们再考虑考虑，小心点，总归是没错的。荒谬无稽之谈！什么恶龙锁喉，惊扰龙王，子虚乌有。我只相信我亲自带人勘测的地质数据，相信我的眼睛和计算。风水能算出钢铁产量吗？能算出经济效益吗？此事不必在意，就这么定了。明日一早便派人去府衙办理地契，买地动工。散会。跟一群信奉科学的现代精英讲鬼神，是我蠢啊！硬劝是没用了，想要说服一个理工科博士，我得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。客官要找什么书？掌柜的，可有江州水文志？有倒是有，不过那都是100年前的老黄历了，没人看的。我买了，老板。好嘞，3文钱。我的好娘，对不住了，事关全家性命，只能先委屈您这块玉佩了。嘿嘿，这可是好玉啊！这可是个好价钱。小哥，老夫画图，价格可不便宜。先生，晚辈想请您去城东河滩看一块地的风水。看风水？老夫只懂测绘，不懂玄学。先生误会了。晚辈是想请您用最精细的法子，将那河滩的地形、水纹、高低落差全都画出来。越精细越好。爹，证据我可给你了，信不信就看你自己的科学素养了。这是什么？岳父大人，您找我？这些东西是你弄来的？来了，终究还是来了。岳父大人恕罪，小婿知错了。错什么？你何错之有？岳父大人恕罪，小婿只是觉得老道长的话不应全当戏言，便想了查查旧档，以求心安。这些都是从旧纸堆里翻出来的，没想到竟如此巧合。保命守则第2条，演戏就要演全套，先把自己摘干净。哦，那你找到了什么？小婿去了几家旧书房，想找些志怪杂谈，看有没有类似的传说。谁知竟无意中翻到了这本《江州水文志》，小婿当时就吓坏了。那这地形图呢？也是你无意中翻到的？不，是小婿。小婿觉得水文志所言太过骇人，小婿便斗胆当了母亲留下的玉佩，请了城里最好的测绘先生。小婿怕岳父大人责罚，不敢直言，才出此下策，求岳父大人恕罪。巧合？世上哪有这么多巧合？一个穷秀才会想到去找测绘先生画等高线图？鬼神之说，我一个字都不信。但这上面的数据，这水文志上的记载，倒是真的。起来吧。谢岳父大人。这次你做得很好。小婿不敢当，
都是巧合，是运气。以后家里的事，你多听听，也多说说。沈哲，多吃点儿，这次多亏了你心细。岳母大人言重了，都是运气、侥幸而已。风水、巧合，真的只是这样吗？完了，全家都开始注意我了。爹，既然炼钢厂的选址要重议，那我的计划也该提前了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我要用金融手段冲击江南的丝茶贸易。只要我们掌控了定价权，不出半年，就能把淮南王那些旧势力的钱袋子牢牢捏在自己手里。什么？冲击江南丝茶贸易？娘子，你确定真没在开玩笑吗？那可是淮南王经营多年、视若痉挛的命脉。他手下圈养的死士和江湖高手，比我们苏家所有护院加起来都多。这哪里是去赚钱，分明是火中取栗，是去送死啊！夫君，关于这江南的丝茶贸易，你那位云游的老道长就没跟你说过什么？比如猛虎盘踞、险地误入之类的风水说法吗？猛虎？娘子说的是山里头那种吃人的大虫吗？嘿，那老道光顾着念叨河里的龙王老爷了，真没提过山上的事儿。罢了，与你说这些，无异于对牛弹琴。炼钢厂选址之事，既已识破隐患，重议便是，不必急于一时。清月，你方才提及的冲击江南丝茶贸易的计划，现在可以展开细说了。爹娘，请看，这是我连日熬了数个通宵，精心撰写的全盘计划书。此计划我命名为金丝雀，其核心便是运用前所未有的金融手段，切入并最终掌控整个江南的丝与茶贸易命脉。而关键中的关键在于此，我拟定的全新契约范式，我们引入期货之概念，与农户、中小商号提前签订合约，锁定明年乃至后年的丝茶收购价与数量。我的妈！期货合约？妙极！青玉，真不愧是我苏建成的女儿。我家青玉自小就比那些男儿更有主意，更聪明。姐，这要是搞成了，我们家得赚多少钱？到时候我再多招点人，把护院扩建成一个团。我们的首要目标便是盘踞江南已久的顾、陆、王三大豪族，他们彼此联姻勾结，垄断了江南80%以上的优质生丝与茶叶源头。不过是些依仗左印，只会囤积居奇、盘剥农户，早该被淘汰的旧时代蠹虫。淘汰？岳父大人，别被利润蒙蔽双眼呀！顾家当代家主，是江南行省布政使大人的嫡亲妹夫。陆家那位艳名远播的大小姐，去年刚被送入淮南王府，如今是最得宠的如夫人。至于王家，祖上曾出过2任内阁大学士，门生故吏遍布朝野。只要金丝雀计划顺利推进，我有10足把握，不出半年，江南的钱流、货流乃至话语权都将逐步转移到我们苏家手中。好，有魄力，有谋略，此事就按青玉的计划全力去办。沈哲，这一次关乎我苏家未来数10年的兴衰大计，你那位总能未卜先知的老道长，总该没话说了吧？又来了，老道的见解洒家倒是没有，
但这大炎王朝作死指南倒是有一本。娘子，娘子的计划天衣无缝，只是有一处不解。哦，你说。小婿看娘子的计划是从茶农、丝农手中直接收货，再卖给各地的商贩。但是娘子，你的这个合约似乎好像没有给牙行留位置。牙行？那些寄生虫一样的中间商只会层层盘剥，降低效率。我的新模式就是要去掉所有中间环节，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对接。我的好娘子，你这是要搞掉中间商赚差价呀？可这大炎王朝的中间商，他不是普通的中间商，那是官府撑腰的地头蛇啊！娘子说的是，可这牙行终究是官府所立，而且江南的丝茶贸易历来都由顾、陆、王三家的牙行把持着，我们绕开他们，怕是会惹来麻烦。麻烦？什么麻烦？谁敢挡我们家发财的路，我就让他的脑袋开花！得了，跟个信奉武力的特种兵讲朝堂规矩和世家事，他只会觉得你是火力不足，根本听不懂啊。沈哲的顾虑是老成之言，但时代变了，我们不能墨守成规。夫君，这就叫自由市场经济，优胜劣汰，他们被淘汰是必然的。自由市场在这大炎王朝哪有什么真正的自由市场？最大的市场从来都是权力市场，你们这哪里是做生意，分明是在跟权力作对，这是嫌命长啊！是小婿短见了，果然又是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。既然你们听不懂人话，那就只能再用一次鬼话了，不然这苏家迟早要完。喂，听说了没？顾家那位三公子前儿个在千金坊又栽了，听说输红了眼，押上了城东的一处绸缎庄，又没了上千两雪花银。顾三，那就是个扶不上墙的烂泥，他算什么？你是没见识过王家大管事王福的威风，那可是布政使大人跟前真正能地上画的红人。说的是啊，还有李家，看着只是开牙行。牙行，布政使，原来是这样。大小姐，我们已经按您的吩咐给了最优厚的条件，可那些商户就像约好了似的，没一家肯点头。不可能，我的模型绝对没有错，去掉中间商，利润最大化，他们为什么不合作？一群蠢货。他们都说习惯了和牙行打交道，不敢轻易换路子。一群被寄生虫吸血还浑然不觉的蠢猪。你先下去吧。娘子，还在为白天的事烦心？我让厨房给你炖了莲子羹，清心去火。他们是不是在害怕什么？唉，外头也是乱糟糟的，生意人也不好做。你又听到了什么？沈哲，也没什么大事，就听说城南那个张记绸缎庄，他家小舅子前2天在巷子里被人打断了腿，说是冲撞了顾家三公子的马。还有西郊的李家茶园，昨晚也莫名其妙的走了水，烧了半个山头。官府查了，说是天干物燥，意外。张记绸缎，李家，
他们是昨天下午唯一对我表达过合作意向的2家。打断腿，烧了园子，这是警告，是对所有想和我苏家合作的人的警告。他们怎么敢？这是江州城，朗朗乾坤，王法何在？娘子，你别动怒，或许只是巧合。娘子，你别急，我在茶馆里还听到一些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他们说，王家牙行的后台是江州布政使大人的小舅子，还说顾家的丝绸生意每年都会给淮南王府送去3成的干股。至于陆家，他们家的船队能畅通无阻，全靠着江南总兵的关系。布政使、淮南王、江南总兵，这些深藏在水面下的复杂关系，他一个平日里不通庶务的书呆子是怎么知道的？娘子，你可别这么看我，这些都是街头巷尾的流言蜚语，当不得真，当不得真。我就是听个热闹。你说的恐怕都是真的。娘子，你会选择如何应对呢？娘子，夜深了，喝碗汤，早些歇息吧。不必了，我的新法子想出来了。新法子，我们不与他们争了？争？为何要争？打不过就加入他们。加入他们？娘子，你是指？我明日便去拜访顾陆王3家。拜访他们？娘子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他们昨日才联手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，这不愧是我冰雪聪明的娘子，一点就通。正因如此，才更要趁热打铁。我要和他们合作。合作？这如何合作？他们囊子野心，岂会真心答应与我们合作？很简单，苏家出钱出人出技术，整合江南所有的私茶资源，从头到尾一力操办。而他们3家什么都不用做。什么都不用做？他们只需用他们的权势和人脉，保证我们的生意无人干扰，一路畅通。事成之后，利润我们4，他们6成。娘子，我们辛辛苦苦筹谋运作，只拿4成，这岂不是为他人作嫁，白白便宜了他们？夫君，你不懂，有时候退一步是为了进100步。苏小姐昨日方经历小小挫折，今日便登我顾府之门，不知有何指教啊？顾伯伯言重了，指教不敢当。昨日之事是青玉年轻识浅，不识江南水深，这才真切领教了规矩。哦，苏小姐此番倒是长了不少见识。正是，青玉学道，在江州地界想做长久生意，离不开3位伯伯的提携与照拂，所以今日冒昧前来，是想与3位谈一笔于大家都有利的买卖。共赢。苏家先前可是想撇开我们，独吞好处，如今形势不利，转头又谈共赢，未免儿戏。王伯伯教训的是，之前是青玉想错了，如今想明白了，与其各自为战，两败俱伤，不如将几家的利益牢牢绑在同一条大船上。绑在一起？苏小姐有何高见？不妨直言。苏家愿倾尽所能，筹措100万本金，用以整合江南丝茶从源头到市舶的所有环节，生产、运输、销售，一应琐碎风险，皆由我苏家承担。说得好听，那我们3家呢？坐看你苏家操劳，然后分一杯羹，
三位伯伯无需劳心任何具体事务，只需动用诸位在江州乃至江南的人情与威信，确保这条新船航行无阻，不受风浪侵袭。所有利润，苏家只取4成，剩余6成由3位伯伯均分。你此言当真？你们出钱出力，担惊冒险，我们坐享其成，还得6成。你此言当真？你们出钱出力，担惊冒险，我们坐享其成，还得6成。字字无虚，没有3位伯伯的照拂，我苏家寸步难行，一文难赚。既如此，何不让出大利，请3位上船，大家同舟共济，一起发财。细则都已写明，3位伯伯可细细过目。这些是何说法？弯弯绕绕，不甚明了。伯伯们无需深究这些记账的琐碎规矩，只需看此处最是要紧。白纸黑字，印信为凭，绝无虚言。好，爽快！这等送上门的好事，我等若再推辞，岂非不识抬举？签了。年轻人到底沉不住气，不过对这送上门的干股，不要白不要。看来往后府上又能多一笔稳当的进项了，可喜可贺。娘子，又在为生意上的事操劳，歇一歇吧。夫君来得正好，我又有了一个新计划。江南的生意已经稳固，我想打通北方的盐铁贸易。盐铁？这可是朝廷专营，我的好娘子，这个可碰不得呀。淮南盐运司的王大人是这条线的关键，我想先与他接触。夫君，你帮我瞧瞧，这位王大人的风水与我们苏家合不合？娘子又取笑我了，我哪懂什么风水？无妨，你只管说说，就当听个乐子。说起这位王大人，我倒是在瓦子听过一则传闻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听说上一任的盐运使也是富得流油，可后来不知怎的，全家一夜之间就消失了，家产也全充了公。后来这王大人就上任了，街坊都说这位王大人是京城里某个大人物的远房亲戚，是特意派来给那位大人物敛财的。京城大人物？是啊，传闻说他经手的银子10成里有8成都悄悄送回了京城，所以啊，跟他做生意就等于是在跟那位天底下最大的人物打交道。金融玩得再溜，也得懂政治。希望夫人能明白，有些钱是烫手的。夫君，你这些传闻倒是比账房先生的算盘还有用。娘子过奖了，我就是道听途说，当不得真。成功了，真的成功了。美，你做到了，这产量起码是寻常水稻的3倍。夫人，您这真是神仙种子啊！我种了一辈子地，从没见过这么饱满的谷子。有了这神种，以后谁还怕饿肚子？我的目标就是让天下再无饥忌。苏夫人，下官听闻您培育出了神种，亩产惊人，真是活菩萨在世，为我大眼解万民之饥呀！大人言重了，我只是尽了些绵薄之力。夫人有所不知啊，如今北方大旱，百姓流离失所，饿殍遍野，您这神种就是救命的甘霖。竟如此严重？下官恳请夫人为天下苍生计献出神种，下官必上奏天听，为夫人请功。大人，快请起！我培育此道，本就是为了让百姓吃饱饭，岂有不献之理？岳母大人，此等祥瑞之物献于朝廷是应该的，
只是听闻古时有贡米一说，非天子不得享用。沈公子多虑了，此乃利国利民的大好事。陛下乃圣明之君，定会龙颜大悦，将神种广布天下。哲儿，你不懂，救人如救火，哪能想那么多？去，把我们最好的种子，还有我写下的种植法子，都取来交给知府大人。苏夫人高义，下官代天下百姓谢过夫人。如今我们苏家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江南第一豪商，地里的高产水稻也迎来了大丰收，家里的粮仓都快堆不下了。爹娘姐，我们护院的规模也该扩大了。如今的家业没500精兵可护不住。若不是夫君提醒，盐铁那一步，恐怕又会让我苏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躺赢的感觉真好，就是不知道这样的好日子还能有多久。老爷、夫人、大小姐，何事如此惊慌？京城来人了！唉，该来的终究还是来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江州知府体察民情，现降为道众有功，连升3级，钦此令苏家商户乐善好施，特赐乐善好施牌匾1块，赏银100两。令此稻米定为皇家贡品，未经允许，民间严禁私自种植。什么？我的种子成了皇家贡品，不准百姓种了。苏夫人，陛下亲赐的恩典，这可是天大的福分，还不快领个全家谢恩？娘，你撑住些。多谢公公。梅，娘，你怎么样？快醒醒！我的种子，那是我熬了无数个日夜，一辈子的心血啊！他们怎么能这样？凭什么就这样夺走？欺人太甚！我这就去宰了那个狗官，我让他今天就去见阎王，为娘讨回公道。胡闹！要去也是我去衙门，我要去告御状。这朗朗乾坤，天子脚下，难道就没有王法了吧？站住！你们想去哪儿？去衙门送死，还是提着脑袋去黄泉路上喊冤？沈哲，你说的这是什么混话？难道我们苏家就任由他们这般欺负到头上？岳父大人，事到如今，你们还没明白吗？从娘把种子交出去的那一刻起，那株种子就不再姓苏了，它姓赵，是皇家的东西，那是被钦点的皇家贡品。你们现在冲去衙门讨说法，是想说皇帝抢了苏家的东西吗？那是欺君，是谋逆，是要株连9族、满门抄斩的大罪。你们想过后果吗？娘，岳父，事已至此，只能破财免灾了。至少陛下赐了牌匾，苏家乐善好施的名声算是彻彻底底传出去了。皇帝也知道了我们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不算太亏。爹，500对500的对阵，咱们的护院毫发无伤。清风山那伙盘踞多年的山匪已被我们全歼。什么？竟连一个受伤的都没有？这可是天大的喜事！哈，那是自然。瑞儿，动静闹得这么大，官府那边要是追究起来，可如何是好？娘，怕什么？我们这是为民除害，替官府解决了大麻烦。
知府大人感激我们还来不及呢。老爷，夫人，不好了！江南总兵府的官兵已经到府门外了。奉江南总兵府之命，今日前来苏府协查要事，所有人不得妄动。不知将军亲临，有事远迎。不知今日所谓何事，要到苏府协查？何事？有人实名举报，你苏家胆大包天，私藏铠甲弓弩，暗中豢养私兵，其心可诛，意图谋逆。将军，这是天大的冤枉啊！苏家世代忠良，怎会做出谋逆之事？将军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却不能乱说。谋逆乃是株连九族的灭门大罪。将军口口声声说苏家谋逆，可有真凭实据？证据很快就会有了。来人，给我搜！这是要置我们苏家于死地啊！他们是铁了心要把谋逆的脏水往我们苏家头上泼到底呀！机缘太甚，真当我苏家好欺负不成？我跟他们拼了！想平白无故冤枉我们苏家，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！阿瑞，不可冲动，对方人多势众，硬拼只会白白送命。爹，都兵临城下了，还怨什么？大不了就是一死，也绝不能让他们肆意污蔑苏家。站住！你想干什么？带人冲出去，然后呢？坐实我们谋反的罪名，让苏家满门抄斩吗？那怎么办？姐夫，他们这是栽赃陷害！爹娘，清月，你们都先冷静点，现在慌乱没有任何用处。这根本不是简单的栽赃陷害，这是朝廷对我们苏家的试探。他们为何要试探我们？是皇帝在试探我们，他想看看我们苏家这只突然冒出来的肥羊到底有没有獠牙。现在我们只要露出一丁点的反抗，就是在向朝廷亮出獠牙，到时候等待我们的就不会是简单的搜查，而是毫无情面的屠杀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难道就任由他们这般拿捏，任人宰割吗？现在我们不仅不能露獠牙，还得把羊毛都剃了，主动送到他嘴边。什么？岳父，钢厂不能再开了，把所有图纸、工匠，连同钢厂本身献给总兵大人，就说是我们孝敬朝廷的。你说什么？那钢厂是我一辈子的心血，是苏家立足的根本，你让我就这么交出去？现在它不是苏家的根本，是苏家的保命符，交出去才能让朝廷放下戒心。小舅子，护院必须解散，不能叫解散，要叫输送，挑选300最精锐的献给总兵大人，充实军伍，剩下的发足遣散费，让他们回家种田。姐夫，兄弟们都是苏家的人，怎么能交给总兵府？留在苏家，他们就是朝廷眼中的私兵，是催命符，送出去才能抹去私兵的名头，保住他们，也保住苏家。娘子，准备好银子。要准备多少？越多越好，多到能让总兵大人满意，多到能把我们苏家的命从他手里买回来。夫君，真的只能如此吗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现在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。老爷，
钢厂的所有交接文书，连同地契、账册，方才已由总兵府的人取走了。总兵府那边还来了人传话，说咱们府上那300户院名册已录入军籍，今日辰时便已开拔往北营去了。阿瑞，没了，都没了。爹娘，哦，办妥了。最后3万两现银已由钱庄汇入布政使司指定的户头，围在府外3日的兵，半个时辰前撤走了，我们安全了。夫君，我们做错了吗？不，我们没有错。那为何会落到今日这般田地？我们只是太快了。寻常树木，沐风致雨，百年成材，是栋梁，是祥瑞，人人爱之，护之。可若有一棵树不依常理，不循四时，一夜之间便拔地而起，枝繁叶茂，高耸入云，那它便不再是祥瑞了，那是精怪，是异术，是祸端。人人得而诛之。所以，我们献出钢厂，散尽家财，遣散护院，掏空了自己去填那无底洞，还是不够。不够。娘子，你觉得京上为何会放过我们？因为我们主动献出了钢厂和护院，还送了那么多钱。不，娘子，我们献出去的不过是一筐金蛋，可圣上真正想要的是那只会下金蛋的鸡。鸡？什么鸡？苏家还有什么？岳父大人那手是能化废铁为金刚，点完石成利器的天工奇术，岳母大人那套是能让贫瘠之地亩产翻倍，化荒年为丰稔的神农医法。还有娘子，你这双能翻云覆雨的手，你们才是他眼里的无价之宝。夫君的意思是，他想把我们都弄到京城去？王公公深夜驾临苏府，府中无甚准备，不知公公此来有何要事？苏老爷不必多礼，咱家深夜前来，并非为私事，乃是奉了圣上的圣旨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自有江州商户苏建成现神农之法，垦荒拓田，利国利民。其妻刘氏亲遇高产之道，岁满历时，解万民之饥。其女苏清玉通商事，善理财，兴一方商贸，富乡里百姓。其子苏瑞勇武过人，能征善战，堪为朝廷栋梁，朕心甚慰。特招苏建成、刘梅、苏清玉、苏瑞4人，即刻启程入京面圣，另有封赏。钦此。臣接旨。
不能去。去了京城，就是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再也回不来了。老苏说的对，我们不能去，这一去怕是有去无回。我们连夜跑，凭我们的本事，跑到哪里不能东山再起？反了！他奶奶的，大不了就反了！我就不信，凭我们，皇帝摆明了要拿捏我们，又能逃到哪里去？大不了反了，拼个鱼死网破，也比任人宰割强。住口！反？你拿什么反？我们有钱有粮，有高产的稻种，有垦荒的技术，还有江州百姓的支持，还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你以为的那些依仗，在皇权面前不过是蝼蚁撼树，不堪一击。今日若反，明日一早，朝廷的铁骑便会踏平江州。到那时，天下之大，在我苏家容身之地。待我们的不是鱼死网破，而是无穷无尽的追杀，直至苏家满门覆灭。那去了就是自投罗网。夫君，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看来不能再装了。夫君，你在说怎么办之前，我想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一下。我叫沈哲，211大学历史系研究生，研究方向大燕王朝史。你也是穿越来的？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我熟，你们要去见的那个人我更熟。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《论宣武帝赵景的统治权术与晚年朝廷清洗运动》，所以请相信我的判断。爹、娘、青玉、阿瑞，这次进京并不一定是死路一条，如果操作得当，甚至能让这天下换个姓。你也是老乡？好久不见，来自21世纪的同胞们。现在有必要重新认识敌人，不是人口，不是天灾，也不是朝堂上的政敌，而是宣武帝赵景。我比你们都了解他，他聪明，多智警要，登基7年，扳倒元老，清洗场卫，紧抓兵权。他果决，动如雷霆，但他骨子里极度缺乏安全感。他的人生信条可以总结为8个字：为我所用，用完则弃。岳父，你的炼钢技术他会奉为至宝，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榨干你的所有知识，再给你安一个私藏利器、图谋不轨的罪名，让你和你的技术一起消失。岳母，你的神种他会用来安抚流民，彰显仁德，但同样的，他也会把你供奉起来，终生软禁在深宫，直到你再也培育不出新品种为止。我一介武夫，我的下场是什么？小舅子，你的练兵之法，他会用来打造一支最精锐的禁军，但这支军队的指挥权绝不会在你手上。而你这个知道练兵核心秘密的人，最好的下场就是战死沙场，为国捐躯。我呢？我这点理财之能，对皇帝而言，怎么用怎么弃。至于你，青玉，你的理财之能是他最需要也最忌惮的。他会让你帮他搜刮天下财富，充实他的私库。等你把所有士族、商贾都得罪光了，再也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他会杀了你，用你的命来平息那些被你搜刮过的人的怒火，顺便把所有财富都变成他一个人的。
所以，我们从一开始就注定走在一条死路上。不，现在不是了。我们想要活下去，唯一的办法，不是逃，也不是降，而是换掉它。没错，如今若是接旨进京，等着宣武帝榨干了苏家所有的价值，再被卸磨杀驴，不是长远之计。爹，你有领先这个时代1000年的工科技术，能造精巧器械，能筑坚固城防，这是天下独一份的本事。娘，你有能让荒田变良田的农业科技，能让百姓饱腹，让天下粮仓满意，这是能定天下的根基。阿瑞，你习得特种作战之法，懂布阵、小谋略，能练出精锐之师，这是夺天下的利刃。清月，你精通商事，懂金融运转，能盘活经济，能聚天下财富，能撬动整个王朝的经济命脉，这是撑天下的底气。而我有未来20年，这个王朝所有的剧本，宣武帝的每一步谋划，朝堂的每一次变动，天下的每一场灾祸，我都一清二楚。宣武帝赵景不是神，他只是个坐在龙椅上的普通人。是人就会犯错，就会有软肋，就会有疏漏。我们的机会就是抓住他的每一个错误，盯着他的每一个疏漏，借着他的每一个软肋，把他从那张高高在上的龙椅上狠狠地拉下来。夫君，你的意思是，我们不是被动防守，不是等着宣武帝发难任他宰割，而是主动出击，寻一个合适的人，扶持一位新的君主，取而代之。没错。与其把我们所有人的命运交到宣武帝那个喜怒无常的人手里，不如我们自己来选一个听话的，一个能让我们活下去并且活得很好的新君主。那是燕州，那地方常年苦寒，除了漫天黄沙和凛冽寒风，什么都没有，能有什么值得我们扶持的人物？我们的新皇帝就在那里。被皇帝厌弃，以谋逆之罪发配边疆10年，早已被朝堂众人遗忘的七皇子燕王赵朔。我听说过他，宣武帝的第7个儿子，母亲只是个宫女，早年因为在宫宴上失仪，被宣武帝厌弃，15岁就被赶去封地，至今已经10年了，几乎被所有人遗忘。扶持他？他有什么资本？他最大的资本就是被所有人遗忘。遗忘？这算什么资本？太子与魏王斗得水火不容，朝中无人有精力顾及远在燕州的燕王。10年过去，没人知晓他的实力，更没人对他有半分防备，这便是他最大的依仗。所以，在所有人眼中，他就是一张毫无威胁的白纸。不。是一张被10年冷落、浸满了怨恨的白纸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知道一个旁人都不知道的秘密，一个足以改变大燕格局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2年后，北方蛮族会集结10万大军南下，一路势如破竹，直逼京城。什么？蛮族10年前刚被打退，怎会突然再次南下？宣武帝赵景好大喜功，定会御驾亲征，可他识人不清，用兵不当，最终会被蛮族大军困在土木堡。而京中太子与魏王得知消息后，非但不会派兵救援，反而会趁机内斗，争夺储位，届时京城大乱。然后呢？然后只有一个人会带着燕州的兵马千里迢迢星夜南下，冲破蛮族的层层包围，拼死救出被困的皇帝。那个人就是燕王赵朔。我们要倾尽苏家之力，把燕王赵朔打造成一个战无不胜的大燕王朝战神。燕州苦寒，兵马稀少，谈何容易？我们要提前为他筹备兵马，锻造兵器，打探蛮族军情，让他在秦王之战中不仅要成功救出皇帝，还要一举击溃蛮族主力，让北方边境100年无患。到那时，
手握不世军功，掌控北境数十万兵权的燕王，便有了和太子魏王正面抗衡的资本，甚至有了问鼎那把龙椅的实力。我们要倾尽一切，让他成为大燕王朝唯一的救世主，然后换掉这个腐朽不堪的朝堂。工科博士、农业专家、金融天才、特种兵，我们的复仇者联盟正式成立。侄儿，你说我们怎么干？第一，进京，这是圣旨，我们必须去。然后呢？这第二便是活下去，在皇帝眼皮底下活下去。第三呢？第三，屠龙。屠龙？夫君，你说吧，具体怎么做？让阿瑞借着押送货物的由头，秘密北上，找到燕王赵朔，把我们的计划一字不差地告诉他。我明白。资金？对，你的商业网络立刻启动。那我呢？岳父，准备2套图纸，一套基础版献给皇帝表忠心，另一套呢？秘密送往北平。我的种子是不是也要？对，娘，你的高产耐寒作物是北方最缺的东西。那就混入商队货物，分20批运，神不知鬼不觉。记住，进京只是演戏，步步为营活下去不过是达成目的的手段，屠龙才是我们此行唯一的目标。夫君，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出发？明天一早，全家收拾行装，一同启程进京。弟、娘、姐、姐夫，我走了。兵分2路，一路北上燕州去寻乾隆，一路东入京城入武学。宣江州商户苏建成、刘氏、苏清玉觐见。草民苏建成叩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此乃草民偶得之炼钢之法，愿献于陛下，以助我大燕冰封之力。民妇刘梅幸得机缘，培育出高产稻种，愿为陛下分忧。好一个精妙的炼钢之法！还有这神种，苏家果然是朕的福星啊！草民微末之功，皆赖陛下天恩庇佑。有功当赏，苏建成听封，朕封你为工部侍郎，专掌军器监。臣叩谢陛下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刘氏听封，朕封你为司农司少卿，专管皇家农庄，培育此稻种。民妇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至于苏清玉，朕听闻你善理财之道，心思缜密，朕的内堂近来颇为紧张，朕决定新设一库，名为内城运库，专管朕的私库。这掌印之职就由你来执掌。臣女领旨谢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内城运库，宣武帝23年的内城运库，帝设内城运库。次年，帝以贪墨巨款之罪，将掌库女官凌迟于世，抄没其家。看来历史的轨道还是开始重合了。3个月就把朝堂搅得天翻地覆，真是好手段。仗着陛下宠信，就敢动我等世家根基，简直是祸国殃民的女官。王爷，背后议论同僚，非君子所为。哼，本王只是实话实说，苏大人还是多担心自己的处境吧。
弹劾你事权专断、与民争利的奏章，已经快堆满陛下的龙案了。今日内城运库又从淮南王把控的盐道追回税银120万两，入库封存。陛下的私库短短3个月已充盈过半，可朝堂上弹劾你的奏折，怕是越来越多了吧？今日散朝前又多了3本，无非是说我酷吏行径，苛待世家，过浪朝纲罢了。工部那帮老油条，日日拉着我喝酒应酬，就是不让我碰军器间的核心事务，连炼钢厂的账目都不让我看一眼。皇家农庄那边也不消停，今天司礼监的王太监借着巡查的名头，故意在我的试验田晃悠，又不小心踩死了我3株刚育出的土豆苗。淮南王急了，这是好事。夫君的意思是？狗急了才会跳墙，他今日故意在宫门口挑衅，还拿出奏折炫耀，就是慌了神的表现。明天你暂停清查淮南王的盐税，收网的步子先慢一慢。放过他？不，你把户部去年账目中那处涉及淮南王亲信贪墨的小纰漏，不经意间透露给御史台的张大人。张大人是陛下一手提拔的，最是忠君，让陛下的狗去咬朝廷的狗，我们坐收渔翁之利就好。哲儿，若不是有你在背后指点，我们3人在京城恐怕早已寸步难行。夫君，今日淮南王家宫门口还说了一件事，他借着嘲讽的由头问我苏家在江南短短数年便富甲一方，究竟是如何发家的。终于来了。我感觉他这话不像随口一问，眼神里带着探究，像是早有准备。他不是在问你，他是在替龙椅上那位问。皇帝开始怀疑我们的根底了。这么晚了还没睡？看，北平来的好消息。马头马蹄铁已全军列装，新式钢刀按图纸锻造完成，锋利无匹，骑兵近战战力倍增。耐寒土豆与稻种试种顺利，田间长势喜人，可解北境粮草之忧。小瑞那边竟进行的这么顺利，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。呵呵，特种编稿基建本就是专业对口，可京城这边的局势却愈发紧张了。内城运库是陛下敛财的刀子，你长着库印，清查盐铁税，动了世家勋贵的蛋糕，他们自然恨你。我怕他们狗急跳墙，更怕陛下坐山观虎斗，最后把我们推出去当替罪羊。别怕，往后出入宫闱，回来的路上多加小心便是。保护夫人！苏夫人，幸不辱命。这是从刺客头目身上搜到的东西。淮南王。果然是他，他这是在逼我鱼死网破。淮南王是他想杀了我。沈先生，苏夫人已安全送回，折了3位兄弟，对方10余人已尽数留下。辛苦了，去账房领3倍抚恤，厚葬牺牲的兄弟，受伤的全力医治。谢先生。受伤了吗？护卫
4个跟了我多年的护卫都死了，为了护我。这不是淮南王府的令牌。怎么可能？这怀字……淮南王府的制式令牌，这一处云纹末端必有3道极细的阴刻短线，象征3阳开泰。这是王府立府时太祖钦定的规制，100年来从未变过。你看这里，云纹流畅，却独独少了那3道线。能仿到这种程度，连玄铁质地和旧化血迹都考虑周全，绝非寻常势力能为。他们想借我之口坐实淮南王对苏家下杀手的事实，挑起我们和淮南王府的正面冲突。那这背后的人是谁呢？能调动这般人手，知晓王府令牌的核心规制，又想让苏家与淮南王两虎相争的，放眼朝堂，唯有一人。是谁？陛下，赵景。陛下，怎么会是陛下？他为何要这么做？淮南王近些年势力越发庞大，隐隐有压过皇权之势，而这枚假令牌便是他递出的引子，既让你恨上淮南王，也让淮南王因你被构陷而心生怨怼。你们2人斗得越凶，他的皇位便坐得越稳。那我这一路的凶险，那些死去的护卫，都只是陛下棋盘上的一颗棋子，一场算计。启奏陛下，臣弹劾内城运库使苏清玉。苏清玉滥用职权，酷烈严苛，致使江南盐铁商人怨声载道，商路不通，有损国本。御史所言极是。苏氏一介女流，骤登高位，不知体恤朝廷，只知横征暴敛，实乃祸国殃民。请陛下严惩苏清月，以安抚天下商贾之心。复议，臣能复议。苏爱卿，众卿所言，你可有话说？臣所谓皆是奉陛下之命，为充盈内库。陛下命你查税，可没命你逼得民不聊生。够了，此事容后再议。退朝。夫君，我们是不是要输了？不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机会？民事，你将这份奏章呈给陛下。这是……然后称病在家，交出内城运库的一切事务。交出去？那我岂不是……记住，从明天起，你只是一个病弱的女眷，朝堂的风雨暂时与你无关。这上面到底写了什么？能救我们吗？这里面真的能救我们吗？打开看看。这是北方舆图，不对，蛮族兵力部署图。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沈哲，这可是通敌叛国的大罪。当他能救陛下的江山时，就不是罪，是功。你到底还知道什么？我知道的远比这地图上画的要多。雄鹰部落，蛮族最强战力。今年北方大旱，他们的牛羊快饿死了，缺粮，他们会南下劫掠。没错，最多1个月，雄鹰部落将集结3万铁骑南下。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防备最松懈的云州。云州守将是淮南王的小舅子，借刀杀人。你想借蛮族的手，除了淮南王？格局小了，杀一个淮南王不过是砍掉一条疯狗，可皇帝的疑心还在，屠刀依旧悬在我们头上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要让陛下亲眼看看满朝文武，谁是只会内斗的废物，谁才是能为他分忧的利刃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就有资格
和他谈条件。谈什么条件？谈我们的命，也谈他们的命，看看到底鹿死谁手。怎么会这样？陛下竟然完全不信！朝堂之上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让青玉停职归家，这成何体统？这下好了，青玉被停了职，外面风言风语都说我们苏家大势已去，要倒了。往日那些巴结奉承的，如今连个人影都见不着。方才礼部王侍郎府上的管事来了，在门房留了话。说什么？说王侍郎身子忽然不适，原定后日府上的宴请，只得取消了。礼物也让小人带回来了。墙倒众人推啊！沈哲，你还有心思弄你那花花草草？爹娘别急。怎么能不急？万一蛮子不来，我们这就是欺君之罪啊！他们会来的。鱼儿已经闻到腥味了。什么鱼儿？陛下，不好了！何事惊慌800里加急，北方急报，云州失守了，3万蛮族铁骑已破关南下。一触即溃，损兵失城，3万，整整3万蛮骑就这么长驱直入云州，朕的云州。这就是你当初力保举荐的好国戚，你口口声声说的忠勇良将，这就是你向朕担保的固若金汤。现在呢，朕的云州城破了，你告诉朕，陛下息怒，陛下息怒，臣有眼无珠，误信小人，守将无能，辜负圣恩，罪该万死。臣举荐非人，亦是罪该万死。罪该万死，好一个罪该万死！你的命值几个钱？你死1万次，能把云州城还给朕吗？能把死去的将士和百姓救活吗？废物，通通都是废物！边关守将是废物，你们这些饱食终日、高谈阔论的也是废物。朝廷养着你们何用？陛下，老臣讲，若再是废话，朕立刻摘了你的顶戴。老臣方才惊惧之下，忽然记起一事，约是半月前，在此殿上有一人曾上奏陛下。谁奏了何事？说。是时任户部主事，奉旨稽查内城运库的苏清玉，苏大人。来人，去给朕找，把半个月前苏清玉上的那份关于北疆的奏章，马上给朕找出来。就算翻遍通政司，翻遍御书房所有的存档，也要给朕找出来，快！这都下午了，宫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会不会是蛮子没来？那我们岂不是犯了欺君之罪？娘，别急，风筝已经放出去了，就等风来。什么风？我看是抄家的东风。老爷，夫人，宫里来人了，是陛下的御驾。御驾亲临，完了！咱家给苏大人请安啦。公公何事如此兴师动众？苏大人说笑了。陛下听闻大人凤体抱恙，心急如焚，
特命咱家来请大人入宫。陛下说，朝堂上那些蠢货都不及大人一言。既然是陛下圣命，那臣女岂有不应之理？起驾！你可知朕为何要亲自去请你？臣女不知。那份奏章，蛮族的军纪，你是如何得知的？回陛下，臣女家中经商，苏家商队遍布大江南北，乃至关外。商队？商人逐利，最重信息。北方的任何风吹草动，臣女总能比朝廷的驿报更早知晓一样。哼，商队能探听到雄鹰部落3万铁骑的集结，能知道他们兵分几路，还能算出他们南下的确切时日。苏清玉，你是在戏耍朕啊！臣女不敢。臣女所知并非军机，这只是基于天时地利的一个简单推断。推断？说来听听。北方大旱，牛羊倒闭，此事瞒不过人。雄鹰部落缺粮，除了南下劫掠，别无生路。纵观北疆防线，唯有云州守备最为松懈，守将又是耽于享乐之辈。蛮人不是傻子，自然会挑最软的柿子捏。就凭这些，你就敢断言3万铁骑动向？臣女的商队还探知，入冬前，雄鹰部落一直在高价收购治疗跌打损伤的药材，并暗中囤积铁料。天时地利人心，他竟能将3者结合，推演出一场国难，这真的是伤人之笔。好一个简单的推断。你们苏家还真是一次又一次的给朕惊喜。青玉啊，这些日子是朕疏忽了，委屈你了。臣女不敢。国难当头，那些无能之辈只会结党营私，相互攻讦。台阶给了，考验也来了。为陛下分忧是臣女的本分。哦，你有办法解国库燃眉之急？臣女有一策，或可一试。讲。臣女称之为战争债券。战争债券是何物？由内承运库出面，向京中百官、勋贵、富商发行债券，此为借款，以我大言未来3年税收为抵押，战后双倍奉还。借款？你觉得淮南王那些人会把吃到嘴里的肉吐出来？哼，陛下，这叫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共赴国难。国难当头，边关将士浴血奋战，谁若不买这份债券，便是对陛下不忠，对大言不爱。这钱我们不是抢，是他们心甘情愿献给陛下的。好一个共赴国难，好一个苏清玉，朕果然没有看错你。下一位，淮南王。本王认购10万两。王爷深明大义，为国分忧，实乃宗室楷模。哼，苏大人手段高明，本王佩服。国难当头，何来手段一说？全凭一颗忠君爱国之心。下官认购3万两。御史大人前些日子还弹劾本官，今日便如此踊跃，看来也是心系江山社稷之人。为陛下分忧，是臣子本分。苏大人，陛下有旨：苏氏清誉，才堪国用，治解军忧。贺敬为从一品内库总司，
赏黄金1000两，锦缎100匹，钦此。臣女谢陛下隆恩。现在看谁还敢动我！这哪里是赏赐，这是把我们架在火上烤啊！是啊，青玉现在位同宰辅，风头太盛了。陛下他会怎么想？爹娘，你们放心，现在我们对陛下还有用。有用才最危险。我们和陛下的关系变了。怎么变了？以前他是猎人，我们是猎物；现在他是养鹰人，我们是他手上最凶恶的鹰。他用我们去撕咬敌人，但也时时刻刻提防着，怕这只鹰的爪子会抓响他自己。互相利用，互相忌惮。没错，这就是一种平衡。我们就像在钢丝上行走，下面就是万丈深渊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保持平衡，直到……老爷、夫人，有北平来的紧急密信。是小瑞的信。他们注意到燕王了。不，他们注意到的是我们。这平衡要被打破了。陛下要出招了。陛下，蛮族势大，非战之罪啊！父皇，儿臣愿领兵出征，定将蛮族驱逐出境。父皇，太子九叔战阵，还是让儿臣去吧。你们？国库的田刚被苏清玉搜刮来，还没捂热，就要填云州的窟窿。大捷！陛下，北方大捷！燕王殿下，燕王殿下千里奔袭，已收复云州。你说什么？燕王？哪个燕王？这是封地在北平的七皇子赵朔。老七，他哪来的兵？ 3000私兵千里奔袭。燕王殿下率亲兵3000，运用游击之术，断敌粮草，数次伏击，于暴雪之中寻得战机，3000旌旗正面冲垮3万蛮族大营。燕王殿下阵斩雄鹰部落首领于阵前。3000破3万，还阵斩了首领，这不可能。 这是天方夜谭。好，好啊，好一个赵朔，朕的好儿子。3000破3万，朕的禁军都做不到，他哪来的精兵？哪来的神兵利器？这个被朕遗忘了10年的儿子，他手里究竟还藏着多少朕不知道的力量？ 去，把苏清玉给朕叫来。晴雨，怎么样？陛下他为难你了吗？他是不是怀疑到燕王和我们的关系了？没有。他当着我的面下了一道圣旨，赵燕王赵朔即刻回京领赏。 这是鸿门宴！完了，陛下这是要对燕王下手了。小瑞还在他身边呢。爹娘，别慌。怎么能不慌？这是要摊牌了。是摊牌，但不是和我们。陛下要对付的是他的儿子们。燕王功高震主，太子和魏王又急于拉拢，这场大戏。 终于要开锣了，我们已经被卷进去了，对吗？
从我们选择燕王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是局中人。现在我们是风暴的中心，风暴中心往往最是平静。陛下这一招名为照赏，实为试探。他在看谁会先动，看谁会露出马脚。所以我们不动？不动便是最大的破绽。你的意思是，让燕王殿下有所防备，并且让陛下知道，他的儿子们比一个远在边疆的亲王更等不及。七弟，此番北境大捷，扬我国威，实乃我大言之幸。皇兄敬你一杯。太子殿下过誉，分内之事。七弟一路辛苦了，京城可比北境舒坦多了。这次回来，定要在三哥府上多住几日，让三哥好好为你接风洗尘。谢三哥美意，边疆未尽，不肯久留。敬七皇子。今日家宴，君臣同乐，朕心甚慰。众卿可尽兴而归。硕儿，你随朕来御书房，离家许久，朕有些话想单独问问你。今日家宴，君臣同乐，朕心甚慰。众卿可尽兴而归。硕儿，你随朕来御书房，离家许久，朕有些话想单独问问你。硕儿，可知朕为何单独见你？儿臣愚钝，请父皇明示。北境之功是功也是祸，你如今是众矢之的。儿臣只知为国效命，不解其意。不解。太子与你虚与委蛇，魏王对你刻意拉拢，满朝文武都在揣测你的心意。你手握重兵，又添新功，留在朝中是取祸之道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朕可以赏你，但不能留你。明日，朕会晋你王爵，赐你尊荣，但你必须立刻离京，返回北疆。不是去做你的燕王，而是以钦差之名总督北境3州军政，清剿蛮族余孽。父皇，这是要将儿臣置于何地？北疆局势复杂，若无嫡系，朕会给你一部分经营兵马，也会让你名正言顺节制边军。但你的燕云铁骑需分驻各地，主将由兵部重新选派。觉得委屈，觉得朕在削你权柄，朕是在保你的命，也是保江山安稳。你若留下，明日便会被卷入夺嫡漩涡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出去，凭本事挣一条新路，也让所有人都看清楚，你的位置是朕给的，也只由朕决定。儿臣领旨，谢父皇保全。明白就好，退下吧。记住，你的时间不多。硕儿，昨夜朕与你所言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儿臣愚钝。愚钝，能以3000破3万，朕看你比谁都聪明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七皇子赵朔克敌于北疆，扬我国威，功在社稷，特进封为雍亲王，赐天子节杖，总理天下兵马。父皇疯了吗？气他凭什么？然蛮族余孽未清，北疆不可一日无数。着即日起，雍亲王赵朔即刻启程，整合北疆3军，务必于3月之内清剿蛮族余孽，荡平草原，
钦此。明升暗降，父皇好手段。收了他的封地和私兵，把他一个人扔去送死。父皇，这需要儿臣用什么去剿匪？你是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北疆三军皆归你调遣。哼，一群残兵败将，如何对抗蛮族精锐？那是你的事，朕只要结果。儿臣领旨。欺人太甚，真是把燕王往死路上逼。小瑞还在燕王军中，这可怎么办啊？陛下这是在敲山震虎，燕王是山，我们就是那只虎。沈哲，都什么时候了？老爷，不好了，禁军把我们府给围了。奉陛下口谕，苏家与燕王赵朔内外勾结，输送钱粮军械，资敌通寇，意图谋反。即刻起查封苏府，所有人等全部收押，听候发落。我们没有，这是污蔑。李统领，我苏家对大言忠心耿耿，何来谋反一说？这是陛下的旨意。等了这么久，爹娘，镇定点儿，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。预料之中？你预料到我们会被安上谋逆罪名，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场？不，我预料到的是，陛下终于忍不住要亲自下场了。你是不是还有后手？当然，爹娘，随我来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把我们带到这里等死？外面全是官兵，我们还能去哪儿啊？沈哲，快说，你的后手到底是什么？你到底在干什么？现在看这些书有什么用？这是……你什么时候在书房里弄了这个？从我们踏入京城的第一天起，这条密道出口在城外30里的一处农庄，农庄里有备好的马匹、干粮和更换的衣物。父亲、母亲，没时间犹豫了。好小子，真有你的！走，赶紧走。对，快走。拿着它，从这里去城外的农庄，会有人接应你。这是什么？那你呢？你不走？记住，到了农庄，无论京城发生什么，都不要回头。那你呢？你要去哪儿？我留下。留下？你疯了！我去见一个老朋友，他已经忘了历史的教训，而我要亲自去给他上这最后一堂历史课。就你一个人？李统领，久等了。苏家其他人呢？可是闻风畏罪，意图潜逃。李统领说笑了，我的家人此刻都在府内，他们很安全。都在府内。既然如此，李统领，且慢。阶下之囚，还敢谈条件？不是条件，是为陛下，也为李统领你自己。什么意思？沈哲，休要故弄玄虚。我有几句话必须当面说给陛下听，说完之后，要杀要剐，沈某绝无怨言。陛下日理万机，岂是你一个戴罪之人想见就见？
本将奉命请你归案，有话去刑部大堂再说。李统领，这几句话事关大言未来10年国运，关乎北境边防安危，更关乎你李牧以及你府上老母、妻儿、上下37口的性命安危。你确定要在此刻拦我，不让我说吗？苏小姐、苏老爷、夫人，请随我来。爹娘姐，瑞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不是应该随燕王殿下北上了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些人是燕王的兵，燕王不是奉旨去北疆了吗？你们为何在此潜伏？爹娘姐，你们看见的燕王北上，不过是姐夫和殿下布下的一阵。苏侍郎、苏夫人、苏尚书一路受惊了。替身，北上的是替身，真正的殿下和主力一直潜伏在京城附近。沈先生料定父皇在升赏之后必有后手，姐夫早就安排好了。我们一部分人马伪装成殿下仪仗，大张旗鼓北上，吸引各方耳目。真正的主力已经分批秘密潜入京街，我奉命在此接应整训，同时监控京城动向，就等。殿下，这是夫君让我务必交到您手中的，他说您看了便知。传令各营，按甲字3号预案，即刻行动，目标皇城。苏尚书，宣你与苏侍郎夫人暂留此地，此处最为安全，待京城事定再请迎接。苏瑞，你率本部精锐为前锋，按计划夺取西华门，我会亲自率中军直扑攻城。末将领命。爹娘，我们等着。殿下此刻应在准备北上行装，乔烨来访，风险不小。沈先生早已料到我会来，殿下与陛下在御书房的谈话内容不难猜，升赏是假，试探是真，明升暗降，调虎离山。我一直好奇，苏家看似是苏建成夫妇与苏清玉主事，可每一次在关键节点总能避开死局，甚至逆势翻盘。如今看来，沈先生才是苏家真正的主心骨吧？殿下想说什么？沈先生，你我皆是聪明人，不必绕弯子了。父皇已下旨，命我3日内离京，赴北疆督军。表面是重用，实则是削权。我的燕云铁骑被拆分，亲信将领被调离，所以殿下在犹豫，是奉旨北上蛰伏待机，还是就地起事，搏一把。这是禁军换防的时间空隙，这是皇城9门的值守规律。你连这些都……殿下，我既然选择了你，就不会让你空手去了。苏家这些年的布局，
不是为了让你去北疆送死的。沈先生，你究竟想要什么？宰相之位，封王，还是……殿下觉得，我若想要这些，何必等到今日？我想要的只是让该结束的时代早点结束，让该开始的时代早点开始。赵朔在此立誓，若大事得成，此生绝不辜负沈先生，绝不辜负苏家。若有违背，天诛地灭。殿下不必如此，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请先生明示，如何请购？我们要将计就计，请君入瓮。细说。第一，殿下明日接旨要表现得隐忍，甚至颓丧，让所有人相信你已任命。然后大张旗鼓，奉旨北上，正中其下怀。北上的可以是燕王赵朔，但不必是殿下你本人。李代桃僵，寻绎死士，易容改装，率少量人马走官道，吸引所有视线。殿下你与核心精锐化整为零，秘密潜伏京畿。城外据点我已安排妥当。第二，陛下对苏家动手便是信号，一旦进军为府，图穷匕现。我会让陛下请我入宫，我入宫便是给你的信号，也是给另一位老朋友的信号。另一位老朋友是谁？这位朋友可是跟殿下熟得很。沈先生，此刻绝非卖关子之时。此人是谁？何以称老朋友？禁军统领李牧。李牧？送给你。瘦哥哥，擦擦汗。弟弟说，练武后最忌吹风。齐殿下，招式力道够了，但下盘还需更稳。明日末将当值时，再陪殿下练练。谢李将军指点。爹爹说，为将者不仅要知兵，更要知势。朝堂之事有时比战场之事更诡谲难测。硕哥哥，你要小心。七殿下，请回吧。李姑娘是重犯，陛下有口谕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让我见他，婉晴是冤枉的。我要见父皇。陛下有旨，七皇子赵朔行为不端，冲撞宫禁，着即日离京，赴燕州封地。无诏不得回京，钦此。儿臣领旨。婉晴，是太子还是魏王？是他们之中的谁？还是他们一起？是太子与魏王当时为争夺兵部右侍郎的空缺，互相构陷。婉晴小姐，不幸成了双方都想用来打击对方，却又在事态失控时被同时抛弃，以平息盛怒的牺牲品。一桩无头公案，最终以宫女私通外臣，羞愤自尽，草草结案。陛下为了平衡，为了保全两位贤能的儿子，默许了这个结果。李叔，他都知道，他一直都知道真相，他这些年，他都知道。这份恨是锁住他10几年的寒冰，日夜啃噬他的心，但他不能倒，因为他还有高堂老母，还有一家老小，更因为他或许还在倒。等什么？他或许还在等。等什么？等一个或许能替他女儿，也替他自己讨回公道的时机。
等一个能让这冰封的仇恨化作焚天之火的机会。殿下，你不仅是那个能给他时机的人，你本身就是婉晴小姐直到最后都牵挂的人，是李牧将军看着长大，曾真心教导过的后辈，是他内心深处或许唯一还未彻底熄灭的火种。我明白了，沈先生，你布的好大一盘棋，连人心最深处的旧伤都能化为你的棋子，你的刀刃。殿下，伤痕若不能化为铠甲或兵刃，便只是无用的痛苦。婉晴小姐的死，殿下10年的流放，李牧将军10几年的隐忍，这一切的源头都在那座宫殿里。我们的目标从未改变。沈先生，宫内之事托付于你，请告诉李叔、赵硕回来了。这一次不为韬光养晦，不为苟全性命，却为讨一个拖欠了10几年的公道，做一个彻底的了断。殿下保重，过些日子我们会相见的。旧伤为新刃，积怨化雷霆。这最后一刻，该讲到高潮了。陛下，沈哲带到。下去吧。可陛下，此人一个书生还能在朕的御书房翻天？退下。臣遵旨。朕倒是小瞧你了，原来苏家真正的主心骨，竟是你这赘婿。陛下谬赞。炼钢术、高产粮、敛财法，还有燕王的骑兵，都是你的手笔吧？你来是为苏家求一条生路？不敢，那是求死。草民想在临死前给陛下讲个故事。好，朕听听。故事名叫《土木堡之变》。前朝曾有位雄主，自觉武功盖世，欲效仿太祖，御驾亲征，一举荡平北患。可惜他刚愎自用，不听劝谏，孤军深入，最终50万大军在土木堡全军覆没，他自己也兵败被俘。胡言！朕的燕王刚获大捷，北境安如磐石。皇帝被俘，京城大乱，太子与魏王不思救驾安邦，只顾争权内斗，致使防务空虚。蛮族挟持皇帝，长驱直入，兵临城下，国朝危在旦夕。生死关头，唯有那位因旧案被猜忌，远贬北疆的燕王不计前嫌，散尽家财，千里秦王。最终正是这位燕王力挽狂澜，扶大厦于将倾。他挽救的王朝，皇帝姓赵，年号宣武。你到底是谁？回陛下，草民沈哲只是一个来自未来的史官。什么史官？未来？荒唐！一个专门记录您以及您这个时代如何走向终结的史官。终结？朕的时代？就凭你一个满口风言风语、危言耸听的书生？陛下，是否风言风语，您心中已有判断。怎么回事？外面发生了什么？李牧！李牧！陛下，不好了，反了，反了！谁反了？说清楚，是谁？
是雍亲王，雍亲王殿下。赵朔，不可能！他昨日便已奉旨启程，前往北疆督军，此刻应在百里之外，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？逆子，你竟敢谋逆，率兵擅闯宫禁！父皇，您错了，儿臣并非谋逆，儿臣只是来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，这江山，这天下，还有一个公道。反了，都反了！禁军何在？李牧，给朕护驾，拿下这些叛贼！李牧，快！朕命令你立刻将这些叛贼，还有这个妖言惑众的沈哲，给朕统统拿下，格杀勿论！先生，幸不辱命，皇城九门及宫内要害已悉数控制。李牧，你这狗贼，你竟敢背叛朕，朕待你不薄！陛下，您口口声声说待臣不薄，那么陛下，您可还记得微臣那个枉死的女儿？你的女儿那件事，陛下日理万机，自然是贵人多忘事。10年前，太子与魏王殿下为争夺兵部右侍郎那个空缺，各自罗织罪名，攻讦不休。他们竟然把微臣的独女婉晴选为最后的棋子，居然构陷他与禁卫私通，秽乱宫闱。这证据是伪造的，人证是屈打成招的。婉晴被投入天牢，7日后狱卒来报，臣女不堪受辱，用碎瓷自尽了。朕后来不是下旨彻查为你女儿平反昭雪了吗？最后还追封了县君。平反昭雪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自欺欺人吗？臣跪在宫门外3日，求见陛下，欲陈诉冤情。你明明对太子与魏王的手段了如指掌，但那时北境不稳，朝局需要平衡，所以你选择了默许，牺牲了我那年仅16岁、什么都不懂的女儿，区取一个虚名，就可以抹平一切吗？你竟敢！陛下，良禽择木而栖，忠臣亦择主而事。是你，这一切都是你布的局。朕给了你们苏家想要的一切，你究竟还有什么不满？为什么要毁了朕的江山？陛下，你错了，大错特错！我不曾觊觎你赵氏的江山，更不稀罕你那赏赐。我想要的从来都很简单，我想和家人在这世上好好活下去，而你挡路了。沈先生，他们都有了封赏，你又想要什么呢？宰相之位，亦或封王，只要你开口，朕无有不允。陛下，草民只有一个请求，讲，请陛下恩准，让草民继续做苏家的赘婿。疯了，泼天的富贵不要，要做赘婿，此人真是深不可测。朕准了。沈先生又在看什么书呢？看前朝笑话。哦，说来听听。
户部推行新税法，江南士族抵触的厉害，朕正头疼。王安石变法为何失败？为何？动了太多人的蛋糕，却没准备好足够锋利的刀刃。那伊先生之见，刀要快也要稳，先找个试点，让一部分人先尝到甜头。愤而治之。陛下，嫂子免礼，朕是来蹭饭的。你呀，真是我这辈子最成功的一笔风险投资。彼此彼此。把毕业论文变成现实，再舒舒服服的躺平，这赘婿生活似乎也还不错。